罗德，一个从神的审判中幸存下来的人，却在自己的家庭中经历了一场难以言说的悲剧。索多玛的毁灭曾让整个平原变成一片废墟，罗德一家原本是被拯救的幸运。然而，当火焰熄灭，硫磺消散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在逃离索多玛的烈火后，罗德带着2个女儿躲进了荒无人烟的山洞。这本该是他们寻找新生活的开始，却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的开端。2个年轻的女孩面对绝境与孤立，竟然设计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计划，让父亲罗德喝醉酒，并与他发生关系，以延续家族的血脉。这是一段让人难以直视的圣经记载，父亲毫不知情，女儿们的选择看似疯狂，却带着绝望。而更令人疑惑的是，圣经对此的态度似乎出奇的平静，没有直接谴责，也没有过多解释。这一切究竟是为何？罗德的沉默，女儿的行为，以及神的主权，是否隐藏着某种更深的意义？今天，我们将深入挖掘这一黑暗故事背后的真相。是什么驱使2个女孩做出这样的决定？是她们内心的恐惧，还是环境的压迫？罗德又为何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？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更是人类历史中关于信仰、道德和选择的一次深刻考验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，那你就错了。这段记载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脆弱，更隐藏着神如何在失败和混乱中展现他的救赎计划。随着我们逐步深入，你将发现，这一切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深刻。你是否准备好了解这段充满悬念的圣经故事了？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。索多玛是一座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它的繁华吸引了许多人，但它的堕落却是每一个人的灭亡之因。根据《创世纪》的记载，这座城市的人罪恶滔天，夜夜笙歌，全都活在罪中。他们的罪行触怒了神，神决定降下大火烧毁这座城市。而索多玛有一个义人，就是罗德。于是神在降下大火之前，差派天使前去告知罗德。当2位天使来到罗德家中时，索多玛城里许多的人围困住罗德的家，他们大声叫喊，要求罗德把家中的客人放出来，让他们任其所为。就在那一刻，罗德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。罗德说他有2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可以任凭这些人所为。你能想象他的女儿当时的心情吗？他们是否感到无助、愤怒，甚至绝望？但是这些暴民仍然不满意，他们还想要攻破罗德家的房门。最后，天使把罗德拉到屋里来，并且使那些人眼目昏迷，找不到房门，救了他们一家。隔天清晨时，这2位天使，他们的手各拉着罗德、他的妻子以及他2个女儿往城外去，并对他们说：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创世纪第19章第17节。很快，神的审判降临，火焰与硫磺从天而降，索多玛很快被摧毁。罗德一家仓皇逃命，但就在他们离开的途中，他的妻子因为舍不得家，回头看，违反了神的命令，瞬间化为了一根岩柱。
这不仅是对罗德家庭的打击，更是对他女儿们心里的一次深重创伤。在索多玛的毁灭之后，罗德带着2个女儿逃到了一座名为索尔的小城。然而，索尔并没有为他们提供真正的安全感。或许是出于恐惧，或许是出于不信任，罗德很快带着女儿们离开了这座城，隐居在荒无人烟的山洞中。想象一下，四周是无尽的荒野，只有阴冷的石壁作为庇护，没有朋友，没有邻居，甚至连日常的社交也被切断。对于2个年轻的女孩来说，这样的环境是极其残酷的。她们不仅要面对生存的压力，更要承受心理上的孤独和创伤。而在她们的心中，或许早已开始浮现一个恐怖的念头：难道他们真的成了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人类？在这样的绝境中，作为父亲的罗德又做了什么？圣经中并未详细记载，但可以看出，罗德并未为女儿们提供足够的安慰与指导。他或许被失去家园的痛苦和妻子的死亡所压垮，但他的沉默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。罗德曾经是亚伯拉罕的侄子，随他一起离开乌尔，目睹了神的伟大作为。然而，他似乎未能将这些信心与盼望传递给自己的女儿。也许，如果罗德在那个山洞中告诉他们世界并未毁灭，还有其他城市和人类存在，事情的走向将完全不同。然而，他选择了沉默，而这份沉默最终成为一场悲剧的催化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罗德的2个女儿渐渐陷入了一种扭曲的思维，他们的世界观被毁灭性的场景与孤立的环境彻底封闭。他们开始相信，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男人存在，他们的父亲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在古代近东文化中，延续家族血脉不仅是家庭责任，更被视为一项关乎荣耀的使命。在罗德的女儿们看来，如果家族血脉断绝，就等同于整个存在的终结。而孤立的环境加剧了他们的狭隘认知，让他们看不到其他选择。这种生存压力和文化观念的结合，成为了促使他们做出极端决定的催化剂。他们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行为的道德问题，因为在那个时刻，他们的世界只剩下父亲。对他们而言，罗德不仅是家庭的最后象征，更是他们完成文化使命的唯一途径。创世纪第19章31至32节清楚地描述了他们的计划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：“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，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”在这种狭隘的逻辑下，他们决定用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完成他们认为的责任。于是，大女儿和小女儿分别与父亲发生了关系。这一计划充满了令人不安的细节。他们不仅设计了这一行为，还用酒灌醉了自己的父亲，确保他毫无意识。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决心，也揭示了他们在绝望中对行为后果的忽视或漠视。在当时的情境下，罗德的女儿们或许真的认为自己没有其他选择。然而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虽然惨烈，但并未摧毁整个世界。罗德曾随亚伯拉罕广泛旅行，应该知道其他城市和人类的存在。
问题在于，他从未向女儿传达这一点。罗德的沉默让女儿们误以为自己身处世界尽头，而这一误解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决定。如果罗德能够更多地与女儿沟通，或者将信心传递给他们，他们是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？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罗德的女儿并非出于欲望或恶意，而是被绝望驱使。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在创伤和孤立中的心理扭曲，同时也揭示了罪恶环境对人性的深远影响。他们从小在索多玛长大，在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中耳濡目染，这种成长环境显然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他们是否意识到行为的不道德性？是否后悔？圣经并未对此给出明确答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的行为带来了深远的后果，不仅对他们的家庭，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尽管这一事件充满了道德争议，圣经却没有明确的谴责或为他们的行为辩护。神的沉默让人深思，他是否允许这些事件发生，以实现他更大的计划？很快，2个女儿如愿以偿怀孕生子，大女儿生子起名叫摩押，小女儿生子起名叫便亚米。这对乱伦关系中诞生的孩子，成为了摩押人和亚门人的祖先。这些民族虽然后来与以色列敌对，却也间接推动了神的救赎计划。摩押女子路德的出现，就是这一点的证明。她是摩押的后裔，却成为了大卫王乃至耶稣基督家谱的一部分。神的计划超越了人类的错误，甚至能从最黑暗的环境中带来光明。摩押和亚门人定居在约旦河以东，他们逐渐发展成强大的民族。然而，这些民族并未敬拜以色列的神，反而追随外邦的偶像崇拜。他们的宗教仪式中甚至包括极为残酷的行为，比如将孩童献祭给摩押人的神基抹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。这些行为令以色列深恶痛绝，也让这2个民族成为以色列长期的敌人。圣经中多次记录了摩押人和亚门人与以色列的冲突，例如在民数记22章中，摩押王巴勒为了阻止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，雇佣先知巴兰来诅咒他们。然而神不仅没有让巴兰诅咒以色列，反而通过他祝福了以色列。在士师记中，摩押人和亚门人多次联合其他民族对以色列发动战争。士师记第3章第12至14节提到，摩押王伊基伦联合亚门人和亚玛利人，成功占领以色列18年，直到士师以户兴起，将摩押人赶出。这些冲突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，更是文化与信仰的对抗。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存在，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痛苦提醒。他们的起源是一段道德危机的结果，而这段历史的阴影笼罩在以色列与这些民族的关系中。申命记第23章第3节明确规定，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，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这条律法清楚地表明，摩押人和亚门人因其祖先的罪恶行为，失去了与神的子民共同敬拜的资格。然而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神依然显现了他的怜悯与救赎计划。在所有的历史冲突与道德阴影中，摩押人中
却出现了一位闪耀的救赎之光——摩押女子路德。她的故事记载在《路德记》中，成为圣经中一段充满希望与恩典的篇章。路德在饥荒中嫁给了一位以色列男子，但丈夫早逝。她选择跟随婆婆拿俄米回到以色列，并坚定地归向以色列的神。路德记第1章第16节中，她对拿俄米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；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这一选择不仅展现了他的忠诚，更让他成为神救赎计划中的重要一环。在波阿斯的赎回下，路德成为他的妻子，并生下了俄贝德。俄贝德是大卫王的祖父。最终，路德的名字被记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中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5节，神通过路德的信心与顺服，将摩押的历史从黑暗中带入了光明。从罗德与女儿的故事到路德的出现，我们看到了神在罪恶与失败中彰显的主权与恩典。罗德家庭的错误选择带来了民族的冲突，但神的计划却依然运行，甚至将路德这样的摩押后裔纳入了救赎的故事中。这一切告诉我们，即使人类在绝望中犯下错误，神依然能够将这些错误化为实现他计划的一部分。正如罗马书第8章第28节所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另外，从罗德与他的女儿在索多玛的经历中，我们看到环境对人性的深刻影响。索多玛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，其文化道德早已沦丧，而罗德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无疑受到了深远的影响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是否也常被周围的文化和环境影响而妥协自己的信仰？比如，面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，我们是否会因为害怕与众不同而放弃自己的原则？箴言第22章第6节提醒我们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罗德的失败在于，他未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引导女儿们走向正确的道路。罗德的女儿因孤立和绝望而做出令人震惊的决定，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。然而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们缺乏对神的信靠。他们亲眼目睹了神在索多玛毁灭中的能力，但却未能理解神在绝境中的供应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是否也曾因为恐惧或缺乏耐心而采取了错误的行动？诗篇第37篇第5节劝勉我们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作为现代人，在面对人生挑战时，我们是否能选择耐心等候神的带领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方法？罗德的女儿的错误是一次警示，而路德的故事则是一个启发。真正的信靠会带来救赎和盼望。在你生命的困境中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你是像罗德的女儿一样，被环境和恐惧驱使，还是选择像路德一样，信靠神并归向他？罗德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信仰不是避开挑战，而是在挑战中依然信靠神。如果你被这个故事启发，请点赞、分享，并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感想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愿我们在这个频道更加了解神的计划，并在自己的生命中活出信心。